你知道 Steam 原来设计的不止5种技能吗？你知道有改枪系统的存在吗？你知道除了 KOS 这个拔蜡名 ，Steam 还有个不明所以的欧洲版本，叫做 ROR 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东风，或者你可以叫我过去常年使用的名字瓶装麦克鸡。我是一个 FPS 游戏厨，最早接触的是 SF。海内外你听过或没听过的射击游戏，我几乎都碰过。然而，没有任何一款能够比拟当年 Steam 带给我的热血爽感。事先声明，这部影片会带有强烈的个人观点与脑部内容。Steam 这款游戏我是08年 CB2 玩到的，也就是大家的名字都还是学兵编号，团体死斗叫生存游戏的时候。我不敢说非常了解一切发展历程，但我确实尽可能搜集了能找到的资料图影。台版改成 STA 开机的那个夏天，我还带着这些资料与影片去过玩家见面会。即便现场除了我，也只来了另外2位玩家，心里还是期望这游戏能再创辉煌。至于结果嘛，台版运营不到1年就死去。其实后来回头去看时间轴，就会发现见面会的时间点，台版早就 GG 了。台湾这边可能只是给我们开个空头支票而已。韩国方面大概只想榨干剩余价值，开发内容剩下针对菲律宾的各种本地化及 skin， 最后也遏制不了愈发严重的味道问题，在2013年全面终止开发。总觉得 Steam 非常可惜，错过了亚洲线上 FPS 发展最重要的时期。不断的停机大改，却有将近6-7成改动是朝着阉割的方向前进。08年是巅峰，09年小缩水，但还有佣兵和占领模式的亮点。10年以后直落谷底。在这期间，市场早就被其他对手抢占打到饱和。不确定是舆论压力，还是像他们新闻稿所说，朝鲜秘密作战背景设定限制了游戏可以发展的内容。但这不走寻常路线的休闲 FPS 也没见你玩出什么花样，何况是谁规定游戏有个硬派设定就不能塞休闲元素？难道以往游戏中那些饰品，包含耳环、面具，就很秘密作战了吗？而且这是竞技游戏，不是派对游戏，要怎么休闲啊？甚至为了迎合神奇电脑配置，自我阉割了 Source 引擎的各种优势，把画面、音效、物理都降低到像是2000年以前的水准，拖所有版本下水，连自家的枪声都丢了，乱配 CSS 的枪声进来。这波操作，身为老版本玩家的我们实在看不懂。STA 的改动完全可以说是另一款游戏，移动操作上加减速度都变为原来的2倍，几乎不能微操，让人左右摇摆零停顿。副作用是机枪蹲下直接掰卡，连带地图也要变得空旷才方便走路。人物变得异常灵活的情况下，枪战的优势讲求瞬间伤害或射速压制。试问射速被严重削弱，还要开4-5枪才死人的步枪要怎么玩？中近距离扫不赢冲锋散弹，远距离子弹量不如机枪，然后狙击近当散弹，远又开近能一发带走，着实霸凌其他枪种。再得益于 Source 引擎天生的缺陷，搭配冲刺功能和大段的下坡路，完全降低超低跳的门槛，让一群只会空白键连打的小屁孩自以为神。当所有武器都可以超级跳，用机动性限制机枪和狙击枪的平衡性也形同虚设。但就是这奇葩的设定，在那个直到今天都还在 CS 1.3 里，开着地图全亮，只打 D-Dust， 提着一把 AWP 到处超级跳，跟人打 1v1 打到半比赛的神奇国度菲律宾受到热烈追捧。这样看来，一切的改动都说得通了。电脑太烂跑不动，画质、地图精细度都尽量帮你们砍了。还是不够顺，只好请你们把设定调成糊到连 Half-Life 都认不得的最低画质来玩咯。CS 的超级跳跳不出来吗？原来是不会 Air Strafe。没关系，我们有冲刺让你起步之后，只要空白键连打就可以超级跳咯。地图不熟，太大找不到人，懒得动脑吗？把杀1杀2搬过来，直接无痛转移，还有大段的斜坡让你超级跳加速。这么喜欢玩狙，那我就把狙击枪捧上天，其他武器都去吃屎。被狙到不爽了，那就来买点装吧。血量护甲直接多20-30哦。我们所熟悉的那个 Steam 早已不复存在。First kill.